商业解密德国跨境分享交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商业解密跨境对话单元。德国商业解密是一个专为有意投入德国市场的华人企业家、创业家与投资者设立的中文频道。我们为您解码欧洲文化下的商业决策与管理思维，帮助你理解并驾驭跨文化企业经营、谈判与解决问题，让您的事业在德国精准落地。我们另有 EABD East Asia Business Decoding 的德语频道，专为德语区的企业家解码东亚商业文化。我是 Jade， 在每期节目中，我会针对一个商业新闻或话题，与各位聊聊与分享我对东西方思维的观察与心得。今天这一集，我想要和大家聊聊的是史上最成功的 WWE 摔跤选手 John Cena 在2021年惹出的中文风波事件。如果有不知道 John Cena 是谁的听众朋友，这边我先快速地介绍一下他。John Cena 1977年出生，他除了是一个知名的摔跤选手之外，还斜杠许多身份，像是饶舌歌手，他也主持过电视节目。当然，他最知名的身份之一是系列电影《玩命关头》中的主要演员。在2021年时，他为了宣传《玩命关头》的第9集，他曾经照着公关稿用中文说出台湾是第一个看到速度与激情的国家。这句话瞬间引爆了大中华地区的舆论。事后 John Cena 并没有让公关公司出面灭火，反而选择亲自拍摄的一部道歉影片，用中文说我有一个错误，我必须说现在就是很重要，我爱更尊重中国更中国人，我很抱歉对我的错误，对不起，我很抱歉。这个抱歉影片一问世，立即又让以美国为首的英语舆论圈爆炸，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真正当代脚踏两条船又阴沟里翻船的下场。首先呢，要肯定的一点是 John Cena 为了将 WWE 这项运动推广进入中国市场，所以做出学习中文的决定。而且他一学就是10年。就像没有人会否认学习英语对于拓展全球商业版图的重要性，这代表语言学习不仅是个人的沟通工具，语言学习更是一种商业策略。根据美国外交学院 FSI 的标准，英语为母语者学习中文的难度是第4类，至少需要2200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才能够掌握中文这门语言。那 John Cena 的中文，以我个人曾是华语为第2外语的老师的经验来判断，大概在中上。以语言分级考试程度来说，差不多在 B1 到 B2 左右。这个程度的学生可以掌握日常生活对话，发表自己对事物简单的看法，文法或者是词汇可能不够精确，会犯一些小错，但不影响理解。一般的台湾人如果英文是落在这个程度水平，原则上也是足够进行基础的商务交流与沟通了。可是呢， John Cena 的中文，我个人观察到的问题有2点。第一，他基本上是把自己的句子用英翻中的方式说出来，譬如他的道歉句I made a mistake， 我有一个错误。I must say now， 我必须说现在。Something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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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nt， 就是很重要。为了表示他非常诚恳的道歉，他在中文中连用了6个很。这种表达方式在英语口语中并不罕见。毕竟如果在口语的情况下，一个人在道歉的时候开始掉书袋，用一些更进阶的字汇，例如 extremely、awfully、incredibly， 并且把这些字不停地叠加上去，会有很高的机会被英语母语人士当作不诚恳。所以选择用平时的单字、重复的叠字，对英语母语者是表达真实语气与情绪的方法。但是同样的逻辑在中文语境中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在中文，我们想要表达很抱歉这件事情，除了会用非常、真的，还会有像是10分抱歉、万分抱歉、12万分的歉意与1000万个对不起等等这种夸饰性的数量用法来表达我们的情绪。不管是10分或者是1000万个，这几个单字我相信以 John Cena 的学习程度他都会，也就是这并不是单纯字汇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对语境的掌握力不足。语境就是什么时候该怎么说以及该说什么。尽管我们知道 John Cena 不是中文母语者，所以会给出较高的容错度，可是呢，我们必须说，不到位的语境就是会在无形中削弱一个人的说服力。其实在商务的场合，
特别是以外语交流的时候，我个人的沟通经验是，窍门并不在于外语文法的正确度，而是我们能不能够在一个语境之中使用最地道的方式来表达需求。会说话是技能，但说到心坎是艺术。就像我曾经遇过一名台商，他们想要德国的供应商能够承担运费的费用当做折扣。我知道他中文想要说的是，这次运费可以麻烦请你们出吗？请帮帮忙啦，这种台式博感情的语言。不过他口中的英文却采用的文法正确的直译法。 Can you pay the shipping cost this time? Please help. 那个时候我观察到德国供应商有点傻眼，因为英文的 help 通常是在某种特别紧急状况时候才会使用的单字，因此德国供应商直觉理解成这位台湾客户的公司是不是遇上了财务困难，而不是台湾厂商试图表达的想要一种以博感情的方式与对方谈成生意的意思。说到以博感情的方式做生意这件事情啊，我还想要特别提一下，之前辉达创办人黄仁勋到台湾参加座谈会，被远东纺织董事长徐旭东评论了皮衣夹克事件。在那场座谈会之中，徐旭东董事长提到，远东纺织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纤维供应商，他希望赠送黄仁勋一件可以调节气温的高科技夹克，并且当众建议他舍弃那件老派的皮衣，换上更符合未来气候与科技精神的衣着。其实呢，如果有观看到那场演讲的听众朋友应该可以听出来，徐董事长的英文程度是很不错的哟，而且他的英文陈述立论方式也很符合英语系国家的沟通惯性。可是呢，即使徐董事长的外语语言能力比 John Cena 好很多，他的发言依旧普遍收获了大量的负面评论，这是为什么呢？关于这场夹克风波，还有许多商业与文化沟通的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这些我们都会将留到下期的节目再细细说来。让我们把焦点转回 John Cena 身上。刚才我们提到了 John Cena 的中文缺乏了对语境掌握的致命伤。第二个我想提的是文化的谨慎。这一点 John Cena 在多年之后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也承认，懂语言不等于懂文化。缺乏文化判断力，不了解地缘政治的风险，是让这件事情被延上的核心。在商业的场合之中，不管是文化判断力的缺乏，还是不懂政治，继续相信我只是想要发大财，我一点都不懂政治的这种话，在今日我们所处的动荡年代，极有可能让企业随时变成下一个 John Cena。John Cena 他最终也做出在公共场合永久封印中文语言能力的决定。虽然东亚国家也时常对西方文化价值不够敏感，就像3不5时就会有新闻报道某个东亚国家制造的产品，厂商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或者是 logo 时，并没有注意到图案与意象过于接近纳粹符号，造成产品需要下架、回收或者是重新设计的情形。可是呢，相对地，西方的企业也普遍对于东亚国家的文化历史背景缺乏了解，尤其因为地缘政治敏感度不足，而导致西方品牌被抵制、社交媒体口碑崩盘、销量下滑的情况，其实一点都不罕见。特别是对于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企业而言，这样的案例可以说是层出不穷。H&M、Nike 等国际性品牌就是曾经被抵制与被抨击的代表性例子。这些企业因为发表了不使用新疆棉的声明，在中国舆论场中引发了大量反华与抹黑中国的指控。新疆是否有人权议题是一件事情，可是这类经由西方媒体披露的报道，在中国的主流舆论叙事当中，往往被解读是西方反华势力刻意对中国进行政治抹黑与造谣。中国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中国长期在官方教育与公共叙述当中建构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遭到西方列强迫害，西方为中国人民带来屈辱与中国人民需要复兴的集体历史记忆与框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凡是涉及来自西方的政治、价值或者是道德指控，就更容易被放置在高度情绪化、政治化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国情本来就与西方主流所强调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价值并不等价。在中国官方的话语与舆论当中，民主制度经常被描绘为导致社会混乱、效率低下的元凶。西方价值甚至也会被视为西方干涉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内政的工具。也因此，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红线。中国的政治界限的敏感程度、强度甚至更胜于德国或者是多数欧洲社会所强调的政治正确原则。不可否认，中国市场确实具有相当程度的吸引力，但企业在进驻之前，我会非常建议务必先深入理解中国市场的政治红线，
且诚实地问自己一个问题：企业究竟为了进入这个市场，愿意放弃或者是调整多少原本坚持的西方价值？ Google 呢，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Google 当初选择坚持其企业价值原则，结果是失去了整个中国市场。即使在今日 ，Google 已经多次调整其企业价值与策略叙述，依旧无法重新进入中国。除了政治层面的风险之外，我也想补充一个文化审美层面的案例。Mercedes-Benz 曾经在一支新车广告之中使用了一名被中国网民解读为符合西方对亚洲刻板印象的模特做视觉主题 ，AKA Schlitzauge 眯眯眼。该广告遭到了广泛的抨击，被指责为歧视，以西方刻板印象呈现东方人的外貌特征。类似的情况，迪奥也曾发生过。单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该模特儿的外形与表现本身并不存在任何问题。这名模特儿如果是担任其他东亚国家品牌或者是中国本土品牌的形象模特时，很可能不会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然而，问题不在于模特儿本身，而是在于品牌的来源、历史权力关系以及观看者的集体经验。对许多亚洲人而言，在欧洲或者是美国因为眼睛小而遭到嘲笑或者是歧视的经验并不罕见。当这样的历史与个人记忆叠加在来自西方的品牌视觉呈现之上，很容易就被解读为一种再次被冒犯的情境。我也必须补充一点，在多数东亚国家的主流商业审美之中，确实长期存在着偏好眼睛大、皮肤白的文化取向，这是一种市场与媒体中反复被强化的主流审美结构。因此，当欧洲企业以政治正确的角度来思考广告与行销时，东亚市场往往会将这些问题理解为文化审美差异与历史权力关系交织下的结果，而不只是单纯创意的选择。听到这里，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哪里有这么严重？不，文化就像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的界限。有些企业也许认为自己是做地方性、区域性的生意，并没有要进军国际市场，因此不需要具备足够的国际文化背景和知识。这种想法有很大的迷思存在，我们之后也会找一集深度来聊聊这个话题。此外，我还想补充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观察。相较于 John Cena 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去学习一门普遍被认为相当困难的语言，多数进入东亚市场的欧美企业，公司内部实际具备或者愿意学习目标市场语言的员工人数往往相对有限。在实务上，我也常听到一些欧美企业将业务困难归因于东亚市场环境与员工英语能力不足。关于这样的观点，我认为它在许多东亚文化的语境中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文化与权力上的不对等。毕竟，从在地市场的角度来看，既然是一间外国企业希望进入本地市场，那么为什么是当地的文化、语言与价值体系被期待去调整、去配合进入市场的异文化的那一方呢？这种隐性的不对等，强化了英语在全球商业中的主导性地位，并且加深了某些市场对于文化霸权的不满。当然，我们现在有了 AI， 有人会说，现在 AI 技术的进步，迭代仿佛以天为单位，生成技术可以模仿各种罪行，说出五花八门的语言，一切就交给 AI 好了。确实 ，AI 降低了语言的门槛，因此说了什么这件事情比从前更重要了，并且这个说了什么不再是纠结于文法与对不对，而是 AI 还没有办法为人类做出判断，完美调整文化景深。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之一，是因为大部分 AI 语言训练模型的素材以英语系资料为大宗，所以不意外，价值取向也偏向英语系国家的价值。作为一个想要进入大中华地区市场或者是欧洲市场的外国企业，不可能全部仰靠 AI 去帮你做行销决定或者是翻译。尤其欧洲不同于美国，美国是一个庞大的单一市场，欧洲是由许多国家组合而成的共同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与禁忌。一般而言，缺乏对他国文化的理解，缺乏对目标国度政经形势的掌握，语言能力只是让我们更加容易踩到对方地雷的加速器。另外还有一点我必须在这里说明清楚，在欧洲企业的实务操作之中，许多公司习惯性地将中国与台湾在市场分类上并列归于所谓的大中华地区，但这种分类方式并不代表这些市场在实际商业操作、法规环境与消费者行为上是可以等同看待的。还是以 Google 为例， Google 的各项服务在中国无法使用，但是在台湾却是被广泛应用的。此外，自2025年起， Google 在台湾设立了美国总部以外在亚洲规模最大的 AI 基础建设硬体研发中心，
这些事实都显示，台湾在数位基础建设、法规环境与国际企业合作模式上，与中国市场并不能视为同一个逻辑体系。因此，在今天这一集的 Podcast 中，我提到的中国市场仅指中国这一个单一市场，并不包含台湾。如果语言是让我们展开商业活动的核心首要技能，那么培养文化感知、加强文化素养，会是今后在 AI 科技之下成功商业中不可或缺的技能。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2个重点：语言的语境与语言的景深。语境就是同一句话在不同情境下不同的效果，景深则是文化背后的历史、价值与禁忌。每一种语言、每一种文化都是价值观的投射，进而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您如果需要一个对德国的语言与文化都有深度掌握的领路人，欢迎联络我们。德国商业解密是一个希望透过文化脉络为您创造商业价值的频道。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也觉得跨文化思维对您的事业或者是职业有所启发，欢迎追踪德国商业解密，并将这期分享给你身边正在走国际市场的朋友。我是 Jade， 我们下期再会。